抬手在空中画了一个魔法小圈圈，口中念出彼得·帕克的名字，启动召唤。下一秒，一道魔法传送圈凭空出现，听到有人呼喊蜘蛛侠的名字，圈那边的人走了过来。等他摘下面罩后，两人当场愣住。这身战衣看着是正版的，人却不是他们认识的彼得·帕克。MJ 满脸质疑 ：“Who the hell are you? I'm Peter Parker. It's not possible. I am Spider-Man.” MJ 问他怎么证明自己是彼得，加菲无奈，直接倒挂在房顶，秀了一波经典的蜘蛛漫步，甚至顺手清理了墙角的蛛网。见他乖巧无害，两人彻底放下戒备。内德再次画圈施法寻找正版彼得。Find Peter Parker. Great, it's just some random guy. Hello. I hope it's okay. I just came through this, just closed. You're Peter. Yeah. Peter Parker. 就在几人满脑子疑惑的时候，两位陌生蜘蛛侠初次碰面，只是对视一眼就直接动起手来。短暂交手沟通后，二人才解开误会。原来他们都是蜘蛛侠，只是分属不同的平行宇宙。可眼下 MJ 和内德根本没心思深究多元宇宙有多神奇，满脑子都是那个失联许久、生死未卜的小蜘蛛。托比和加菲几乎同时说出了自己当年最常躲起来发呆的地方。MJ 顺着他们的提醒找过去，果然在学校天台找到了彼得。此时的彼得因为梅姨的离世满心自责，久久无法释怀。就在 MJ 和内德安慰他的时候，彼得突然感应到两个特殊的存在。他起身抬头才看到那两个身影。托比和加菲看着他那副难过的样子，瞬间就共情了。他们都太懂这种感受了。初代托比失去了本叔叔，二代加菲痛失至艾格温，他们都曾怪过自己，都经历过这种绝望的黑暗。失去至亲算是蜘蛛侠逃不掉的官方宿命了，但他们最终都会走出黑暗，坚守英雄本心。继续编写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传奇，超强联动小队就此成型。三人全员理科大佬，修复反派药剂简直小菜一碟。唯一的麻烦是三个彼得帕克凑在一起实在太容易喊混了。 Peter. Yeah. Oh, sorry. You mean that's Peter? We're all Peter Parker. Same again. We're all Peter Parker. 很快4支治愈药剂全部调配完工，几人敲定战术。他们计划用方盒当诱饵，把反派们引进来，然后挨个治疗。加菲担心托比有没有带战衣，显然他多虑了。而且托比体内自带产丝 buff， 根本不需要发射器，这让另外两位蜘蛛侠狠狠羡慕。自带装备太省事了。全员整装完毕，拯救行动正式开启。彼得先给号角日报打了个电话，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，剩下的就是等着了。等待期间，托比赶紧热了热身，用蛛丝当了这么多年，他的背都有点僵了。加菲也说自己腰不太行了，看来当蜘蛛侠是真的伤身体。不过闲着也是闲着，加菲给托比安排了一套大宝剑，氛围和谐到离谱。荷兰弟借机采访两位前辈，问问他们打过最疯的反派，大家一起猜猜都是谁。一代说是一个由黑色粘液组成的外星人，三代说自己打过一个紫色的外星人，二代则表示自己也想跟外星人碰一碰，唠得正嗨。突然三人的蜘蛛感应同时爆发，天空瞬间电闪雷鸣，反派准时报道，装上方舟反应堆的电光人率先登场。 How you like the new? 有了方舟反应堆的无限电力加持，他的实力直接翻到新的高度。电光人一心想毁掉方盒，这样他就能永远待在这个能量管饱的宇宙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局居然是3只蜘蛛侠守塔。趁着另外2个队友吸引火力时，荷兰弟把方盒丢给了远处的 MJ。但问题是，内德根本不知道怎么关掉那道传送门。正面战场时，荷兰弟很快就落了下风。另外2个蜘蛛侠赶紧戴上头套加入战局。不过这时候杀人和蜥蜴人也杀到了，荷兰弟被缠住，本想用蛛丝脱身，结果阴差阳错把荡过来的加菲绊了个跟头。加菲想找个支撑点稳住身体，却不小心一把蒙住了托比的眼睛。平时习惯了单打独斗的蜘蛛侠们，现在有了队友反而完全配合不起来。稀烂的协作让他们逐渐落入下风。荷兰弟好歹也是跟复仇者联盟一起打过灭霸的人，他说只要相信队友完全顺着蜘蛛感应去打就行。开完这场简短战术会，3位蜘蛛侠统一了作战节奏，再度出击。面对这种级别的强大反派，最好的方式还是一个一个解决。荷兰弟从天而降，率先把电光人引开。托比通过耳机交流负责引开杀人，加菲接到指令要把杀人的解药丢给荷兰弟，结果下一秒就被电光人一炮轰飞了出去，解药也跟着摔在了地上。而托比这边已经被杀人逼进了死角，眼看整个人就要被沙子活埋了。好在加菲急中生智，射出大片蛛丝，暂时捆住了蜥蜴人。他一把捡起地上的解药，借着蛛丝弹射到女神像顶部。荷兰弟早就在那里候着了，接过解药后立刻甩给了托比。
看着杀人终于恢复成人形，托比暂时松了一口气。可接下来要面对的电光人明显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他胸口挂着方舟反应堆，电力直接爆表，只要把那个反应堆拆下来，就能轻松解决他。几个人同时从不同方向发起进攻。虽然电光人的手脚都被蛛丝缠住了，但托比还是完全没法靠近。曾经打败过他的加菲也被格外关照了一顿。荷兰弟想趁机偷袭，结果被对方一拳就放倒了。眼看加菲手里的解药又要掉在地上，托比赶紧捡起来，刚想冲上去，却被突然冒出来的章鱼博士一把抓住了。电光人以为章鱼博士是来帮自己的，可下一秒博士直接变卦了。他一把扯下电光人胸前的反应堆，反手就把吸电器扣了上去，电光人当场恢复成了普通人。接下来轮到蜥蜴人了，这家伙不仅挣脱了束缚，还发现了上方的传送门。此时的内德还在手忙脚乱的画圈，完全不知道蜥蜴人已经摸到了面前。他和 MJ 吓得疯狂逃窜，好在荷兰弟及时赶到挡住了蜥蜴人。内德和 MJ 趁着空档逃到了传送门外，可蜥蜴人还是紧追不舍。内德被逼的只能再次尝试画圈，谁料这道传送门竟然直接连到了海底，一瞬间海水倒灌而入，蜥蜴人被冲了个措手不及。MJ 趁机一把扯下解药丢给了荷兰弟，恰好蜥蜴人猛冲过来，一口咬住了瓶口。绿色烟雾散开之后，蜥蜴人终于也变回了正常人。内德再次画出一道传送门，没想到奇异博士直接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奇异博士怎么都没想到，内德这小子的天赋比自己还离谱。突然绿魔从天而降，朝他们甩出好几枚暗器，方盒也被绿魔一把抢走了。章鱼博士立刻伸出机械触手把他死死抓住，奇异博士赶紧把方盒夺了回来。就在他准备启动魔法的时候，完全没注意到方盒里被人塞了一颗南瓜炸弹，下一秒方盒直接被炸开了，整座自由女神像轰然倒塌。MJ 和内德也跟着掉了下去，荷兰弟第一时间冲下去救人，眼看就要抓住了，却被绿魔从侧面撞飞。加菲见状毫不犹豫也跟着跳了下去。虽然他成功接住了 MJ， 但他却非常难过。很多人说他在这一刻得到了救赎，可我觉得那更像是一种被撕开旧伤疤的剧痛。他可以救很多人，甚至能救另一个宇宙的 MJ， 却永远救不回自己的格温。而内德抓着钢管的手突然划开了，可下一秒至尊斗篷直接飞过来附在了他身上。这斗篷对他好像比对奇异博士还好，甚至亲手把他送到了地面上。因为方盒被破坏，天空裂开了无数道缝隙，多元宇宙的大门再一次被打开了。奇异博士立刻拼尽全力施法修补这些裂缝，而另一边荷兰弟终于逮住了绿魔，他把所有的愤怒全部砸在了绿魔身上。正当他举起飞行器准备杀掉绿魔的瞬间，托比挡在了他面前。两个人只是对视了一眼，荷兰弟就从托比的眼神里读懂了什么，慢慢冷静了下来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完全不讲武德的绿魔从背后偷袭了托比。荷兰弟接过加菲扔来的解药，直接扎进了绿魔体内。诺曼终于摆脱了邪恶人格，变回了正常人，所有反派都被解决了。托比也没什么大碍，但天空的裂缝却越来越大，奇异博士已经快要压不住了。这意味着其他宇宙里所有认识彼得·帕克的人全都会被传送到这个世界来。为了守住自己所爱的一切，荷兰弟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，他请求奇异博士让全世界都忘记自己。虽然博士心里10000个不情愿，但也被他这份牺牲彻底打动了。咒语开始生效，那些被传送过来的人陆续回到了自己该去的地方，这当中当然也包括小蜘蛛的2位老大哥。从此世界上再没有人知道蜘蛛侠就是彼得·帕克，也包括他最好的2个朋友内德和 MJ。 他本想在咖啡厅重新站到 MJ 面前，可当他看到 MJ 额头上那道还没愈合的伤口时，他犹豫了。当一个英雄注定是孤独的，只有离得够远才能保证自己爱着的人平安无事。于是他转身走了，带着那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，独自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，成了全宇宙最孤独的超级英雄。